仙楼的春风醉。兄弟们，抓他！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何会被夏春风醉？你又为何在这儿？你早上好。那当如何？求我。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多淋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难相离？困在痛的浅滩，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主人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今日有刺客来袭，三少主他这是……中了迷药而已。刺客的来历可调查清楚。刺客有意隐藏招式，但则过招路数，极有可能来自玄机阁。
看来今日还是审不出什么。罢了，我们还是去问问他的老母亲，说不准他会愿意告诉我些什么。他在哪儿？你们把他怎么了？他如今很好，但日后好不好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是大少主。主人，这仙楼的老板娘死了。主人，若这一切都是大少主所为，你当真要？是他所为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既然他买凶刺杀已证据确凿，玄机阁的人才会叫大哥大少主。你醒了？夫人呢？瑞王在醉仙楼设宴，邀请了顾家几人。主人说了，你不必前往，好好休息。他去就回。昨日是您引开了刺客？自然。怎么？你是在怀疑我？夫人宴席难免饮酒，一会儿我为她煮一碗解酒的汤。想不到你还会这些。我如何不会？难道书生就该十指不沾阳春水吗？只是觉得你不像是会做这些的人。汤也备好，待夫人回来时，记得给她喝。我要出府一趟，你可要随我一起。去哪儿？茶也不错啊。今日阿洛也会来吗？若不是今日他也会来，你是不是也不打算回来见我这个大哥？如今扶风阁中那位
今日能与诸位在这里相聚，实属幸事。大家莫要拘谨。我同朝生多年以书画交友，结识的红颜更是承蒙玄机的照拂。问双呢，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。这位顾家老三，虽然今日不在，但我与朝生亲厚，便也全将你当作是弟媳了。娱乐不敢，只是有些遗憾，我偶得一盘残局，听闻三少主奇技了得，便想与之切磋。如今看来，恐怕是心愿难了了。有何难了？王爷既有如此兴致，我便差人去寻。王爷，我也曾就棋局同夫君多次探讨。若王爷想寻对弈之人，不知娱乐可否一试？美人相邀，我自然是无法拒绝的。瑞王，你怎会如此不藏锋芒？也不怕他输了棋局，迁怒于你？瑞王棋技精湛，看似随意无章，实则步步为营。难道这盘棋你会输？时局尚早，还未可知。果然是观棋如观心，弟媳可有观棋难辨其心之人。阿洛，那天我是……对不起，咱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你我相识已有5年。
这不是顾家的三公子吗？正好在这儿遇见你，免了我去顾府的麻烦。这个就交还给令夫人了。还有这个。那就辛苦顾公子了，小的先告退了。他说今日天气寒凉，怕主人在宴席饮酒，身体不适，做了汤温着就出门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没跟着？去了胭脂铺，有暗卫跟着。他做了什么汤？说是驱寒醒酒的汤，可要我现在端来？不必了，等他回来吧。主人，他说这汤要热着喝。下去吧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六道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烛红池水，我敬一杯。别当此场相陪，风月泪，你一笑凄美，同路刀割，我心快走，你别管我。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呢？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不必担心，我去就。回来了。谢谢。早点休息。
们都守了多少天了？哎，是。走吧。听说了吗？昨天夜里，衙门那9个人认练的尸体被盗走了。啊？什么人会大半夜的盗尸体啊？哎呀，说的就是啊。城中最近有些流言，说衙门那具尸骨便是朝夕，所以我希望你能随我一同出面。但你无需担忧，他从前的募捐从未留名。你只需要在殿内清点，随后在马车内静候便好。夫君今日身体可还有不适？未曾。物品清点已完毕，你只需要随我去趟店铺即可。我身体还是有些不适，你叫玄清陪你去吧。玄清已出门，替我办些事情。夫君，方才不是还说身体无恙？朝夕虽因身体常年在这院中，却曾不留名接济过很多百姓，药房更是每月都会免费请郎中看诊赠药。如今若他还在，听闻此事，想必也不会置之不理。三少主果真是风光霁月之人，也难怪你愿意趟顾家这趟浑水。夫君这样说，像是吃味了。自然不是。诛伐之事虽是因春风醉引起的，不过我会尽全力补偿你的。如何补偿？待三少主归来时，我定会向他请罪。请罪？如何请罪啊？说你我二人不洁？非也，此事一切罪责在我。你中了春风罪，可我没有。若论罪责，恐怕我才是该万死之人。我们不必争论是谁过错，便只当此事从未发生过。
来，把这抬过去。有众多商户在瑞王号召下为饲苗母圈，但这场大雨让这些猎户同被灾祸殃及，鲜有人知。我怕这些人无人照拂，便请郎中先行来义诊，只是未料到大哥也已先行，差人将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快快！怎么样了？让我喘口气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帮官差说我们的房屋坍塌是自己的问题，他们不管。去之前就知道会这样，还好有顾家的大少爷和三少爷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粮食。是啊是啊，多亏了顾家，顾家真是大善人呐！真是。还有一件事。银崖寺的墙不也被冲塌了吗？啊！银崖寺的人今天修缮，在被冲垮的墙角发现了一具。见一具尸体，尸体是位成年男子，如今已被官差带走。他随身带着医者的针与药，官差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与他简单衣着不符的香囊，可属下瞧着那像是大少爷的。下去吧。是。
夫君莫要太过费神，偶尔也要休息一下。这个月新进的一批药材已经到了，玄清今日去清点，我也让他将适合调养你身体的药材先带回来。未曾。主人，但说无妨。我已按照主人吩咐，仔细检查过那具骨骼。自骨骼长度和骨龄推测，尸体极有可能是三少主。知道了。大哥应该也在猜疑，那尸体是被我盗走的，所以才派人来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。需不需要我去？不必了。若他们想看，就让他们看。只是，若那具尸骨当真是朝夕，想到他含冤而亡，我却无法祭奠。主人，不过，大哥应该很快会有动作。云崖寺坍塌的墙院下，发现一具尸体，尸体旁遗落的香囊，极可能是大哥的。那具尸体，去查一下。若我所料不差，应当是秦神医。醉仙楼的老板娘秦神医，如此接二连三的死亡，偏偏都赶在我们之前。一切或许并非巧合。您是说，您的那位夫人身边有细作？天蓝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就是在怀疑会是谁。不会是他是？
入无要时，不必联系我。是。怎么喝酒了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二姐邀我一叙。今夜天气寒凉，夫君早些休息。师傅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，主上也不必再以师傅相称。如今的我，也不过就是个守墓人罢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罢了，你根骨绝佳，我已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你，天机门也算后继有人了。不过，你不要怨恨你的父皇，他在那个位置上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我又怎会怨他？你有多久没有真心的笑了？莲姨当年遇刺，与你哥哥一同离世。若是有他能陪你，你也不会像如今这般。虽然我也因莲英的死也对他，但你父皇力排众议将你立为太子，本是想保护你，未曾预料，反而让你陷入了险境。他也因此假意冷落你，想以此来保全你。这里为何有座新坟？天机门，无论嫁娶，同去同归。也不知我还能当几年这守墓之人。
此刻还在忧心于我，不如还是担心担心自己。我怎么了？弟媳是怕我舞姿笨拙，当众献丑？二姐的舞姿自然是极美，只不过醉仙楼临时易主，本就古怪。前老板娘离奇遇害，她遇害又与我无干系，我这可是正当买卖。那是自然，只不过如今顾家这艘船本就在颠簸摇曳，此时二姐大办开业大典，若是为了吸引有心之人，你我今日一叙便已足够。弟媳的话我记下了，只是我很诧异，你竟会愿意这般提点相告。二姐不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？我哪有什么大礼？若是我这儿有什么能入得了弟媳的眼的，自可随意拿去。赠人以笔，是护身厚礼，还是图穷匕现？还是要看使用之人。弟媳所言的使用之人，是你，还是我？二姐以为杀手与暗探的区别为何？杀手需要武器。得要沉得住气。按照主人吩咐，这几日我暗中跟随大少主，家主将他拒之门外，他又暗中去了玄机阁。只不过顾玄无也。主人料定他今日会来，是因为香囊一事，官府已经要查到他头上。他若是想借用玄机阁之力，今日我与二姐一叙，他自有意提起，在宿州曾见过我为沈将军献舞。那日任务隐秘进行，只有你我二人知。
前几日，扶风阁有刺客潜入，你被暗算后昏迷。在处理刺客时，你说听见了异响。是，属下当时神思混沌，但在与刺客对峙间，似乎听到了异响，就好像是有人在暗中相助。知道了。三少主夫人，衙门今日因尸体失窃一事差人来问，大少主让您过去，说有几个问题想问您。知道了。你留下便好，我去就回。嗯。你可知罪？那便要看大哥定我何罪。衙门里那具无人认领的尸骨，现在何处？既无人认领，我又如何知晓？那我换个问题：今日你的侍卫在何处？今日，药房新进了一批药材，我便差他去做了清点。若大哥有任何不适，我明日也可以让他去准备些药材补品，为大哥送来。清点。你可识得这是何物？倘若这骸骨不是顾朝夕，为何要将其到处偷偷掩埋？如果顾朝夕已死，扶风阁里那位又是谁？你费尽心思进入顾家，就是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？只可惜，玄机阁虽掌控情报命脉，但却始终依附于顾家。且不说顾朝夕的死是否与你有关，倘若有一日父亲知道此事，你认为他会留你？大哥希望我如何？看来弟媳倒是识趣。我本以为要与你多费一番周折。好啊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想要玄机阁可以，但必须归顺于我。助我登上顾家家主之位，否则这玄机阁的主人可以是你，也可以是其他人。哼，你这是何意？三少主不能进，三少主。余洛只是好奇，大哥如今为何那么匆忙，唱这一出鸿门宴？你这是要反悔？如今人赃并获。这骸骨，无论是交给衙门还是父亲，骸骨？莫非大哥觉得这袋中装的是骸骨？
我的夫君就在这里。大哥莫不是信了那些流言蜚语，手足不实？今日我也去了云崖寺，见官差发现了这香囊时，便觉得眼熟。后来我才想起，所以，我便让玄清将其倒出，想着晚些将后续处理好，以免衙门怀疑到大哥身上。如此香囊，你竟用木盒掩埋，你当真以为别人不知你是何居心？听闻大哥被家主拒绝后，去找了顾玄武，这些人都是他借给你的。可大哥以为他拒绝帮你处理香囊一事，又怎会平白无故借人手给你，来挟制于我？人并非大哥所杀，大哥又为何如此畏惧衙门的调查？至于我是何居心，寺中发现了尸体，线索指向大哥，我为顾家，自然希望为大哥善后。只是我要调查清楚事情真相如何，也要清楚大哥是否是余洛应当搭救之人。我既能将香囊倒出，也必会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。只是权柄在我，就看大哥如何抉择了。日后便希望与大哥协作愉快。顾家如今局势难断，大哥难道一点都未察觉？你买凶冷言，借玄机阁之手杀婉娘，当真觉得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你借郎中之名，想试探顾朝夕是否识得那枚玉佩，可你又怎知，那是不是寻常的郎？睡个安心的觉。我不知道顾玄武对你承诺过什么，但是日后若你遇到他，还是绕路为好。夫人，侍卫并未回禀，大哥是否会有危险？危险？若能引出幕后之人，岂不是更好？这秦神医之事，你当真要管？我原本也未曾这般想，但夫君不是说过，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夫君如此慈悲之人，我又怎敢妄开杀戒？夫人也该知道，
并非是我慈悲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中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收益更大。只是，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既如此，当初又何必趟这趟浑水？又何必将自己困在这里？现在这一切，当真是你想要的？夫君以为我想要的是什么？自由。自由。夫君以为何为自由？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渔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为何不让玄清与你同来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是吗？还是你从未相信过任何人？但今日你能来，我很开心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报！说，安排在大少主身边的人行动失败，一个都没回来。是。夫君，你上次比试的赌注还未说过，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夫君其实并非手无缚鸡之力吧？是夫人教的好。你昨日不是应用的很好？情急之下碰巧罢了。当真是碰巧。不然，夫人你觉得呢？三弟。三弟真是好福气，弟媳这般美人，即便我是女子，也想将你娶回家呢。二姐说笑了，只是这醉仙楼，我已经打算再兑出去了。弟媳说的对，与其台前表演，我倒是更喜欢幕后关系。不过我近日听闻了一桩趣事，半月前有位公子在醉仙楼买了几个护卫围堵自己。还有这样的事？我也觉得稀奇。不过我听说此公子因此博得了一位美人的眷顾，倒也是得偿所愿。弟媳觉得呢？打死你！就是这样！别怕，
我带你回家。此等趣事，玄机阁都未曾听闻。二姐，真是见多识广。我虽然是没有弟媳知道的多，不过如今是因为我是醉仙楼的老板，再加上用了些小手段罢了。尺寸合身，二姐有心了。哎，凤冠还没试呢，应该快到了。怎么会是你送来？在外面碰到的，便顺手带了进来。你们聊，二姐就不打扰你们夫妻和睦了。婚前相见，听闻不吉利。因我成婚多日，不过是补个仪式罢了。你需要我帮你完成婚礼，那大婚之后，你有何打算？夫君呢？有何打算？朕曾经以为力排众议，立他为太子，是在保护他。可他儿时遭遇过多少次暗杀？朕后来又以为冷落疏远，是在保护他。可结果呢？这么多年，朕对他视而不见，换来的却是他身亡的消息。那个女人明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会有人伤害她？啊，陛下，陛下保重身体啊，陛下。单凭那群盗匪，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玄机阁，对，让玄机阁去查。朕要知道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是，陛下。小宝贝，这一次就看你的了。主人，已安置妥当。你差我趁昨夜你在大少主院中之时，将尸骨安葬。大少主院中和玄机阁都未察觉。还有何事？我遇到了另一个跟踪的人，此人武功浅薄，但轻功了得。我发现他的踪迹之后，费了些功夫才将他甩开。此人与上次的良医之人是同一人。是你，主人。知道了。主人，
大少主那边，走吧。你当真会帮我？我不仅会帮大哥，日后商铺的事情。云崖寺为君子的商贾和官员开了斋宴，我在斋宴之前看到了顾朝夕，追着他去了后院，却无意之中迷失了方向。等我找回斋宴，就发现那群人围着尸体。就是顾朝夕。朝夕那日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若不是大哥看错，或许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刻意为之的人，难道不是你？大哥，此话怎讲？不正是你二人合谋，引我入局，以此挟制于我？若想挟制于你，何必做局？你原本以为自己买凶成功，直到后来发现冷言失败，所以你才想杀婉娘灭口。现在我还想帮你，大哥，不如说说，你如何想到买凶冷言？是何人所言？朝夕不是你的三弟，又是何人向你引荐了李郎中？我原本的确不想管你的死活，只是藏在顾家背后的人再三挑唆，若你们反目，恐怕他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状元、沈将军、太子殷正、顾家、玄机阁，
果然和这些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年，大哥将商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想做顾家家主无可厚非。但顾家本是一体，大哥所做，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即便你成了家主，就真的能将家主的位置坐稳吗？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，为何大哥会觉得朝夕并非你三弟？没有人挑唆。那件事情，是我那天去向父亲汇报商铺营收时无意间。可要三思而后行。毕竟，我是现在顾家唯一愿意相信你是遭人算计之人了。恐怕一开始，玄武就在与你周旋利用。你隔墙有耳听到的话，说不定……大哥无需烦闷，在生意场上你的远见与判断，都非我等可以匹敌。但玄机阁本就在探秘与人心，顾玄武不过是因为了解，所以。想找个理由探探三弟那枚玉佩的下落。冷言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，我不放心将此事交给玄机阁，便私下去找了他。但既然冷言失手并未酿成后果，可冷言死了，那不是我干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到了二妹在案发之后去过冷言的居所，还将婉娘带回了霓裳庄。这是他的宫启，来到霓裳庄的时间就是冷言遇害后的第2日，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你早就猜到了，冷言就是他杀的，对不对？是他吩咐婉娘动的手，才在事成之后将他带回霓裳庄。大哥最好有些其他发现。你派去杀婉娘的刺客是我带走的，大哥不必再试探。只是我未想到，
你会动用玄机阁的人，难道就不怕此事会被家主发现？今日多谢大哥坦言，如果想到其他事，可以来扶风阁找我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哥早些休息。等一下，既然你已经查到二妹去过冷岩的居所，想必已经怀疑她了。那她1个月前曾悄悄回京见过三弟，你可知道？主人可是要去二小姐院住？不急。主人既对二小姐早有怀疑，也查出药房缺失药物流向二小姐院中的证据，为何反而将注意力放在大少主身上？你觉得家主为何将我引入此局，只给朝夕？难道不是为了借你和顾朝夕的婚事，稳固玄机阁与顾家？是，也不是。无论二姐刻意的示好，是真的想与我同盟，还是祸水东引，即便这一切都被查出与她有关，你觉得家主是会先处理她，还是我这个顾家的外人？你是说，家主或许早有察觉顾家有人怀有异心？我收到了那封指向顾家的密信。大哥也听到了有关朝夕的挑唆，问霜也是如此。可是我最初一直都不明白，就算有玄机阁的牵制，顾家那么多人，家主何必放权给我这个外人？后来，我还是要感谢我那位夫君。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。若家主将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难以善了。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外人，才有所顾忌。家主一生杀伐，如今垂暮，这院中之事，怕是也难以单凭对错来决断。所以我首先需要的不是找到凶手，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被我完全掌控的盟友。二小姐和四少主不是有意与你成为盟友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盟友。发生何事？老爷房中遭了贼，吾等奉命搜查。三少主夫人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方才还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往那个方向去了。那是二小姐的院子。
玄武。主人，派去江南故居的人回了吗？未曾。如此，你明日便启程替我去一趟吧。我知道，主人难以轻信他人，但是我的命是主人救的，我绝不会做背叛主人之事。您在这个时候让我离开，所以您到底还是……你还真是……救过你，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我是否真的救过你。那日是你进入玄子所的第一个任务，你当真以为我出现在那里，又恰好带回了奄奄一息的你是巧合？不，与我做天子任务时家主给你的任务一样，在你的第一个弟子任务时，我的任务是，一旦你的任务失败暴露，我就要杀了你。你的任务成功了，所以我将你带回。但我做天子任务时，家主明明给了你同样的任务，你却拒绝了，还以此契机成为我的死士，这是为何？主人，明早启程吧。谢谢。夫君可想好要问我什么？看来是还未想好。不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夫君。夫人，请问。夫君何故夜探家主的斩春？而性格至刚一舌，他不适合这里。他难道不是你唯一信任的人？信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便一直在玄机阁。玄机阁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
这是我8岁的时候，将我迎来的馒头分给了另一个孩子。他为了夺取我手中的另一半，给我留下的。这是我12岁时，同出任务的人，在我为他挡下一刀后，却将他的刀刺向了我。这是我越级接天子任务，要在1炷香的时间内，从弟子组的所有人中杀出重围。有人在认输之后偷袭，还有这里，玄机阁便是这样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我是否有亲人在世，但若他们还在，又为何将我送到玄机阁？信得过之人，就连家人尚且如此。你觉得我应该信谁啊？又能信谁？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清风拂柳影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隐沧桑。你在？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重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隐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我不走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父亲，2次天子任务时间离得这样近，恐怕是没那么简单。孩儿请求同娱乐一同前往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
这次的任务，谁说是要他去了？父亲，您不是说过，带他和三哥。于洛基已是阁主的候选人，这天字任务不是理应由他前往。玄机阁的阁主候选人，不是只有他一个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别走！我不走。主上，他为什么要赶走那个侍卫？他现在身边不是正需要人吗？他当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个什么玄清。那个玄清虽然看起来头脑不太灵活，却难得是个愚忠之人啊。他并非不信，对他而言，玄清就像是与他经历相同、结局却不同的缩影。他放他离开，或许是想看到自己离开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吧。但他连夜离开，看方向是去了您留下江南故居的地址，需要我去。不必了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夫人要查的是一只多方兽族，看来死人手眼通天，你先回宫里好生查他。是那条天字任务吗？对。你今日怎么会来？我刚好做了些点心，我带你去。不必了，我今日确实有要紧事来找二姐的。近日我核对了一下药房的账簿，发现药房每月有部分的药品去向不明。调查后发现，这些药品流向正是二姐的院中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药品融合后含有毒性，若长期服用，足可致死。更巧的是，我将这些药品拿去请人辨识，药品融合的症状与家主极其相似。什么？弟媳的意思是，父亲如今乃是中毒之症？正是。父亲的病，父亲的毒与我何干？我擅长制毒，顾家谁不知道？想必那人也定是想以此将罪。药材，药材的去向，弟媳何不去问问三弟？我自然是想问朝夕，只是
朝夕听说我曾有一条随身携带的手链，便打听了样式，差人去找相似的，却得知这手链当中有一颗琥珀，来自南疆。若我没记错，二姐那时恰好在南疆修习医毒之术。只是他没想到，那日将这琥珀送回的人是我。派个人送来就是，何必亲自过来？我就是想看看，能让我3弟魂牵梦萦的女子究竟是何模样。我听说父亲为你指了婚，如果你想，二姐可以顺便帮你逃婚，去寻你那位心上人。二姐，说笑了。我可没有说笑，这顾家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座屋舍，但你不同。10年前我炼毒九死一生时，顾家无一人发现，只有你察觉之后救了我。关系匪浅。若他当真与4弟情投意合，我定不会做那个拆散他们的人。你这人真的是，怎么也不想想你自己，倒是关心起其他人来了。二姐说的是，待他归来，我定会亲自问他。若他当真属于4弟，即使忤逆父亲，我也定会推了这种婚事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不是……无妨，我已然习惯了。既然我已身处这樊笼之中，又何必让他同受负累？
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个人不是3弟。可我察觉你也在暗中探查消息后，我不也主动将查到的消息交给了你？那只是你的试探罢了。引我去查大哥，也是你的有意而为。你既知道，又为何还顺着我的心意去查大哥？还是说，我只是恰巧给了你一个去查大哥的理由？阿洛，我听说了，父亲将天字任务交给了玄武。这天字任务，向来都是由阁主或代理阁主完成，怎么能交给玄武呢？玄武本就是玄字组的，理应成为候选之人。可你上一次越级请节任务，父亲就承诺将阁主之位交给你。家主的决定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不管什么道理，若是父亲执意将任务交给玄武，我便去杀了他。四少主，莫要意气用事。意气用事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绝不。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。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。请
风拂流萤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，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。夫人，大婚前夕却与别人同饮，莫不是以为我不再回来，已经开始另寻他人？我哪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，自然要做其他安排。夫人在此，我定当回来。若再远行，定告知过一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日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他在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约顾朝生出来，不就是想让他看到？我们上一次没看成的铁树银花，这一次刚好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做另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？他还在。还在。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三哥，你能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。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今日之事，我便当从未发生，四弟也莫要再提了。
您既未收回命令，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是在以什么身份请我收回命令？你该知道，她是你的三嫂，难道今日你三哥的提醒还不够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您既已许诺将玄机阁交给于洛，如今又为何要反悔？爹，既然您对于洛不公，那我便去为他讨回这个公道。根据玄武这几日的动向，他要探查消息的对象竟也是沈将军。为何2次天字任务的目标相同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今日我只要打乱玄武的计划。不是说不关心我的任务吗？为上级办事不分你我。如今深夜前来阻挠，又是为何？玄机阁任务，何来杀人一说？哼，你接的任务还少，自然不懂。一派胡言！玄机阁只认阁主令和任务卷轴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以去问家主。不过，也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去问了。若不是我上次的天子任务失手，家主又怎会将这交给玄字族的任务放权给下面的人？雪清，雪清。
兄弟们，上！自己的仇，自己报。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渔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我这是来完成任务的。我看不到你的任务究竟是什么。最近有官员离奇死亡，我从前不知，今日看到你这般行事，恐怕正是你暗度陈仓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正是玄机阁的任务。一派胡言！我今日便要为那些人，还有为玄清讨回一个公道。玄机阁有令必达，不问出处。我这一生，一直都。姬阁让你围杀沈将军，究竟是谁？没有人，我的每一个任务都是玄机阁的任务，没有任何人指使。那你死吧！
你怎么？我说过，我会在此处等夫人归来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流到的轮回，还疼吗？从前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也是这般哄我的。夫君脖子上的伤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伤的。夫君不问我今夜去哪儿了吗？夫人想说之时，自会告诉我。夫人难道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本来是有的，现在不需要了。谢谢。主上，将军的身体已无大碍。那些刺客虽然着装相同，但是那些刺客虽然极力隐藏身法，但看其刀法，像是军中之人。我查了他们的双手，老茧极为厚重。军营？去军中调查一下，近日可有亡故、失踪或告假之人，顺着这些线索查下去。是。哦，他的那个侍卫原来那天不是负气离开，而是快马加鞭赶去赶回，倒当真是个忠义之人啊。只是他去过江南故居之地。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顾江、云穗，还有你的母妃莲衣，本就是同门。玄机阁更是你母妃和云穗共同创立，只是他们都爱上了。阿慈在那边，快去救救他们！好，三妹。等我赶到之时，
只救回了襁褓中的你。我当时不停地寻找，始终都没有找到。我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，可辜负了她的嘱托。玄机阁只认阁主令牌。自从顾江接手之后，如今的玄机阁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了。有人欲刺杀你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死去的那人真的是阴慈的话，那他的死必不简单。刚才那个女人牵扯其间，也脱不了干系。你且记得，莫要让顾家任何人知道了你的身份。为今之计，并非是亡羊补牢，而是要查到杀害顾朝夕的真正幕后之人。只是，我们的人在顾府守了这么久，这次天字任务前，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顾府。他们到底是如何接收任务消息的？我让你盯着的那人，查得如何了？还没有线索。有了今日的线索，想必你很快就会查到。去吧。是。说不定得改口叫阁主了。哦，对对对。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阁中养伤，怎么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夫君这般不避讳，就不怕我叫人来吗？夫人若是不怕人来，恐怕也不会穿这身行装。况且，我想夫人应该不舍得我被抓走吧？那也得看谁先拿到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日在玄机阁的人是你。暗中帮助玄清的人，也是你。
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有人接传安阁，给我追！是。夫人可愿信我？夫君以何身份问我？我知夫君不愿相告，但我亦不希望无辜之人牵扯其中。若你是朝夕，是我当初带回投奔远近的书生，我便断不会将他交给你。但我探查过沈将军过往，沈将军一片赤胆忠心。若说朝中有人可解此局，我只信他。你若是以沈将军幕僚身份前来，便是我要问你，我可以信你吗？若为夫人，万死不辞。玄机阁天子人物，历来行踪隐匿。早去。早回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流到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烛红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月泪，你一笑凄美，同路刀割我心扉。问望两尺眉，生而何罪？笑声佛显微，已无悔。此间。
看烟火。三弟呢？这几日怎么没见到他？哎，那边打铁花快开始了，走走。哎，行，正个好人时机。赶紧。大少主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，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。夫人，大婚前夕却与别人同饮，莫不是以为我不再回来，已经开始另寻他人？我哪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？自然要做其他安排。夫人在此，我定当回来。若再远行，定告知归期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日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他在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约顾朝生出来，不就是想让他看到？我们上一次没看成的铁树银花，这一次刚好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做另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？他还在。还在。任由泪水凌乱，再之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夫君此行可还顺利？我已将东西送到沈将军手中，相信不日内
便会有好消息传回。夫君对幕后之人可有猜测？不急，夫人可以先收网。毕竟，卷轴牵扯出来的幕后之人，恐怕也并非主谋。哦。我离开的这几日，夫人过得可好？怎么我刚一回来，便看到这么一幕？夫君不是早已经猜到了吗？至于戏好不好，还不是得看夫君。大婚之日将近，夫君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。在下身体羸弱，还是要仰仗夫人你的保护。夫人为何突然这么着急引蛇出洞？若我所料不差，这一切皆是家主布下的一盘棋局。家主，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云崖寺的尸体牵扯到大少主，我去处理善后。哦，那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已更换了相似的香囊，目前官府应该查不到大少主的身上，我会尽快查出真凶，还大少主清白。玉洛，坐向秦宇恒灭门真相的答案在我，不在玄机阁。你闯玄机阁之事，我可以不做过问。你若想知道真相，待查清这幕后之人，再来找我。那封密信是家主？不，我也收到了密信。玄机阁余洛生变，收密函已得知，其为侥幸逃过灭门的秦宇恒之女秦香，且左丞相秦宇恒灭门之事，与阁主大人有关。写信之人说，你已收到密函，得知当年秦宇恒灭门一事，与我有关。昨夜我被人群冲散，后来一直未曾寻到你。多谢你为我洗清了罪名。无妨。大哥，还有何事？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奉阁主命，去调查玄武失踪一事。昨夜我已明白你的意思。若你想看打铁花，待你调查玄武失踪一事回来好。夫人。夫君，你可要好好做准备。嗯。若想清楚背后栽赃陷害于辱之人，可于今夜前往扶风阁，便可一知其中诸多缘由及真相，皆可解开。
弟媳今日怎么不在？父亲差他去做些事情。你若真的喜欢他，便该为他争上一争，为他夺得玄机阁。二姐觉得，于洛要的，当真是玄机阁。即便大家都在顾家，其实这些年你与他并无交集。他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，已愿与不相识的你成婚，还不足以证明阁主之位对他的。就是被我所杀。是你，狼坑。对，是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是钱，这是给夫人的。啊！夫人，你也配？来人，把他给我丢下狼坑！我把他丢进狼坑，亲眼看着几只狼将他的身体撕碎。无论你和他谁是真的，无论还有几个顾朝夕，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处理干净。同是手足，何必这般赶尽杀绝？
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回头吗，温霜？你什么时候？很早之前，我托你找秦神医，却在花灯节遇到刺客。三哥是什么时候找回的？2日前，我被以二姐的名义引到了醉仙楼，可仔细想来，在醉仙楼楼下，最先遇到的却是你。阿洛，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我原本不愿相信，可是，真的让我开始怀疑，是那条手链。去查一下，三少主遇刺当日，顾问霜身在何处？我断掉的那条手链，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你送我手链的时候，我便觉得奇怪。那时候，以为你只是在漠北偶然看到手链，想起那桩陈年旧事。直到我看到朝夕被寻回的那条手链，你提早秘密回京，将刺杀一事推卸到城外太子殷纣之死的盗匪身上，想借机瞒天过海。这样还不够，在得知大哥也曾买凶后，又将杀手灭口，寓意以此掩盖朝夕的死。甚至你在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的时候，还买通数人去查看尸骨，以此掩盖你乔装成乞丐去检查尸骨的痕迹。为此，你不惜想杀那些人灭口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你的自作聪明，才让自己暴露。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？哦，对了，杀死冷言的毒药，你用的也是二姐的笑九泉，对家主投毒，如今还易容成二姐的模样，再次对朝夕出手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杀秦神医和醉仙楼的老板娘？仅仅只是因为我说，希望秦神医医治朝夕的病。不，你知道我收到了那封密信，你也知道我会因此开始怀疑顾家。所以你便将他们全杀了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哪里不如他了？你沉迷练武，我便自幼陪你练武。我为你去寻遍花灯，我去为你争夺家主之位，我甚至为你负了天下所有人。你看见这手链了吗？10年如一日，我每天都带着它。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，可是你呢？你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为什么？
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那个幕后之人，何总管，请吧。滚开！我自己走。你怎么会清楚玄机阁的？不对，你会武功，你不是三弟，你究竟是谁？昨日锦衣今不在，一朝风月梦云飞。忠心何处求申书？冷眼旁观宁亦非，铁脸寒光孤照影。斜阳窗下映余晖。炎凉世事知几许？天意征途未可为。隐患。如今局势，各位如何打算？是否需要我帮衬一二？如今情况复杂，既然这位官爷已经清楚，我们顾家没有儿媳，还希望能够为我们证明。只是，这些都是顾家的家务事，就不劳烦你插手了。雨落。
所以过后我想了很久。从前，我总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得到父亲的认可，却忽略了顾家这宅内的亲情。我原本以为，几个弟妹之中，温霜算是与我最为亲近之人，没想到却……你说的对，如今顾家已成了众矢之的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三弟和四弟都……从前是我太过狭隘，经历了这些，如今我只想将家产散去，多留江南的部分，带着大家远离这些是非。大哥觉得事已至此，即便牵制江南，顾家还能全身而退。可如今四弟和何总管都死了，我们如何找到幕后之人？若一日找不到幕后之人，那我们所有人岂不都陷入了危险之中？大哥可否还记得云崖寺下的那些猎户？云崖寺因大雨坍塌，众多商户前去募捐，但那场大雨同样祸及山脚的猎户。很多人清楚，也有很多人不清楚，但为其送去粮食、帮忙修缮房屋的人，却只有你。云崖寺的善是善，猎户村的善也是善，但区别在于，前者的善有利可图，后者的善自有心证。那也是我对大哥印象改观的开始。我对顾家来说，仅是外人，但大哥是聪明人，应当知道，顾家既在风波中，便再难全身而退。一旦顾家退，那真相将再难浮出水面。未来会有更多人因此受难，那又怎是大哥希望看到的？但既然那人千方百计想夺取顾家与玄机阁，那我们便可请君入瓮，将一切终止在这里。我现在竟然觉得，顾家，不，即便是玄机阁，对你来说都并非成就，而是埋没。从前我一直以为你的名字该是取意沉鱼落雁，如今看来，该是西风林叶吹鱼落，飞过前滩看水流。你的谋略和才智都让我感叹，金鳞岂是池中物啊！谋划这一切的幕后之人呢？幕后之人，既能让何总管畏罪自尽，必定位高权重。我心中隐有猜测。是谁？我一直在想，幕后之人如此了解顾家，定然与顾家人有所接触。再加上看来，夫人对这幕后之人也有怀疑。夫君呢？明日大婚，大婚自然如期举行。
下百姓忧虑，放弃了全身而退的机会。于洛何敢推荐？该我们感谢你才是。有你是玄机阁之幸，亦是顾家之幸。等下，无论是顾家还是玄机阁，都定会全力护你。如此便，多谢大哥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别让新郎久等了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苍苍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苍苍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。一拜天地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二拜高堂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好，好。夫妻对拜。等一下。何人敢在大婚之日闯我顾家？来人！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顾朝夕，我才是顾朝夕。是他，在城外围剿，并且将我丢入狼坑，甚至用剑毁了我的容。我知道此人狼子野心，却没想到
他竟以此顶替了我的身份。被丢下狼坑，衙门那具尸骨难道也和顾家有关？那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呀？这是真是。事儿啊！我三弟就站在这儿，将这个恶意扰乱大婚的人带下去。且慢，大哥，为何不让我把话说完？你说你是三弟，如何证明？我能证明。那日我与三少主原本在等准三少主夫人回来，谁知三少主突然收到一封密信，竟不听劝阻出了城。阁下何人？正是在下邀顾三公子一叙。上。就是他，劫持了三少主。为了救回三少主，我假死后跟在他们身后。我看见他毁了三少主的脸，将他丢入狼坑。如果不是我趁他们离开及时救出了三少主，恐怕……只是没想到，此人竟心狠手辣至此，想以如此手段杀害三少主。这段时间，我几次命悬一线，支撑我挺过来的，就是绝不能让这个人祸乱顾家。想证明我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，很简单。这些年我一直跟在三少主一开始就。
一笔着一点一滴，慢慢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若公子无处可去，不如随我回去谋一份差事。什么差事？我的夫君，你既与他有8、9分相似，我便可以助你10分相似。怎么是你？夜里风凉，于是我便来送医了。我发现你不说话的时候更讨人喜欢。夫君，不如叫声夫人来听听。此时此刻将永恒编织。夫人，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这是打算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夫君，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问的太过清楚。你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？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回。夫人，可是我下手太重了。啊，没有，我眼里进东西了。我帮你吹吹。春风醉是醉仙楼最霸道的媚药，专门用来调教顽抗的男子。那他如何？求我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烛红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月泪，明一笑凄美，同入到夫人也该知道，并非是我自卑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里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受益更大。只是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你我涓涓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我不走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，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等待夫人归来。没想到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家中养伤，怎会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早去。早回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你我涓涓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
小西和那位三少爷已经按照戴阁主的吩咐带下去安置妥当。知道了。戴阁主可还有吩咐？下去吧。这扶风阁内大婚的物品可要清理。不，你帮我看看下个吉时是什么时候。是。夫人，当真不愿谢我？那好。玄清，夫人，我之前想要送你的手链还在吗？三少主有何指教？没想到，只是与你暂别了这段时间，回来后，竟是这般的物是人非。三少主不必多想，我已差人重择吉日，与三少主再行完婚。我如今变成这番模样，你还愿意与我成婚吗？自然。难道三少主不愿与娱乐成婚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三少主莫要担心，你且回去安心养伤，待到重定吉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时。戴阁主大人，你可曾见过玄武大人？未曾。是未曾，还是不愿意提起啊？戴阁主为了阁主之位，越级从众兄弟们中杀出，竟然连新婚夫婿都可以杀害，当真会放过与你同为对手的玄武大人？戴阁主果然不择手段，为达目的罔顾同阁之谊啊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难道不是玄机阁教我们的？你们称我一声戴阁主，如今质疑我，便是质疑玄机阁。至于越级，或者嫁给谁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呢？可有自己的选择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三少主夫人又要大婚了。嘘，毕竟家主答应过，只有二人完成大婚，才能将玄机阁交给他。他就这么想做玄机阁阁主啊？前些时日，我还见他与那位浓情蜜意，没想到转头就……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玄机阁和顾家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大胆！将这二人杖责20大板，赶出府去。我顾家不需要这样背后嚼舌的下人。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饶命！大少主，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
听说你在看下个吉时，你当真要与那人？我本就是被家主指给三少主，如今他归来，婚事自然是要继续。可是，下个吉日在半月后，你可以……已经过去了3日，我等不了这么久，定在3日之后吧。为何这般着急？三少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夫人，怎会在此？三少主，三少主夫人，你们怎么都出来了？大喜之日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把二姐送的珠钗落在房间了。只是珠钗而已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也是发现，你忘了带珠钗。夫人先行过去，我这就去取。如此，便有劳三少主。
人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小的这就去看看。啊！报告主人，戴阁主，三少主不见了。对其俯首称臣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玄机阁笑话？哼！自古成王败寇，既然阁主令易主，那么谁持有阁主令，玄机阁就是谁的。此刻，阁主令就在我主人手里，识相的，都给我让开！何总管走后，我如同被断了手脚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收复玄机。乃玄铁所制，怎会如此轻？属下不知。混账！皇兄，别来无恙。玄机阁死事，只认阁主令，不问缘由。倘若一日，阁主令当真落在有心之人手里，难道我们就当真可以作为他们手中残害忠良的刀刃？但现在他在你的手上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玄机阁的阁主。参见阁主，参见阁主，参见阁主。我和你们都一样，自小在玄机阁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每个任务调查的原因是什么，也不知明日又会在哪儿。我们都只是阁中按照轨迹旋转的齿轮，是任何人手中的一把刀罢了。我曾问过自己无数次，究竟要的是什么？是自由？是权柄？不。都不是。我想要的是知道我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，是寻找我心中的道，做自己的决定，为自己而活。即便这条路是一个人独行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也能找到自己的道。
亦或是右相，都将你保护得很好。我手里没有关于你的证据，只能以退为进，引你入局。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没用的，我的人随时潜伏在他身边，烟火为令。如果你还在意他的性命，现在就放了我！我的好弟弟，你为何会如此在意他的生死呢？明明你该跟我一样恨他的吧？你的母后之死害你这么多年，形同被废的境遇，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啊！若我今日与他同死，即便你继承了大统，又怎么能堵住悠悠众口啊？皇兄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在乎他的生死。今日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但皇兄疏于管教，我又无法替父皇管教于你，只能请你去皇陵，跟你的母妃好生陪伴。你敢！快，护驾！护驾！把他们拿下！小心！小心啊！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。之前体内的余毒未清，如今又中了暗器上的毒，我是不行了。你和你的母亲
名分。傻。就当是对这些年的一个了结吧。玄机阁护驾有功，追封顾江为永安侯，顾家长子可世代袭承爵位。谢陛下。没想到殷焕竟多年以来处心积虑，如今更是罔顾父子之情而战，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。将他与右相一起交给律审司处置。是，陛下。周儿，你可想要什么赏赐？你方才所言，可当真想好了？是。你想要什么朕都可以答应，但想娶她，朕不能同意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此间之事已告一段落，刚好玄机阁在江南的布局有变，我去看看。你没有随我们入宫面圣，是不是已经猜到了那个人的身份？后来入宫的涟漪出事，我没能救下他，只在刺客的手中夺回了被带走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就是顾朝夕。既然已经知道朝夕是谁，那他的身份也不难猜了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大婚那天，便是你们二人合谋，你早就知道他没死，还是说，因为他隐瞒身份欺骗了你，所以？那日事发突然，我想着将计就计，用阴阳两生匕首让他假死。可是那匕首只会伸缩，若刺入后不流血液，那必定会暴露。所以我想划破自己的手掌，混淆视听。但他
在下不才，也算是帮衬过夫人。夫人之前承诺过，若是我有想问的或是想做之事，尽可跟夫人说。是。为夫家中有些棘手之事，不知夫人可否帮衬一二？何事？我有位心上人，可是他却诓骗我，与我的大哥相知相恋，此事让我甚是烦恼，甚至夜不能寐。是大哥告诉你的？若是不能携手，定会抱憾终生。我与夫人在扶风阁中还有一盘残局未了，夫人教我的招式我也并未完全学会。既然夫人家中之事是由大婚结束，那我的家中之事就由这大婚而起。至于我的家事有些复杂，在大婚之后，我再一一和夫人细说。夫人觉得可好？我自是想护她一世周全，但她从不是我需要保护之人，而是足以与我并肩之人。那夫人可愿相助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着